来了来了，回来了回来了！哎，我们回来了！走，快给我抬下来！哎呦喂，累想我了不？想！可算回来了，少爷。给我备什么好吃的啦？肉夹馍、臊子面、酸汤水饺、水盆腰、不吃加辣子，连口水都流下来了。二虎，我们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给王管家当助手，学着做生意。脑瓜能学会，慢慢学。多吃点，你看也不长个。周莹，少奶奶，韩先生，千红，你们没走啊？没走。赵大人把我特赦之后，我们也没地方去。王管家拨了一个小院给我们住，让我负责看家护院。东院有你，我就更放心了。千红，在这儿都习惯不？慢慢习惯呗。少奶奶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家。周莹啊，谢谢你。干嘛这么客气？都是一家人了。哎，谁想听故事？跟我走。还行，看得顺利就让你。干嘛呢？少奶奶，你回来了。我从迪化寄出来的信都收到了不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把所有的土货都出货了。辛苦啦。得知托尔丹把所有的生意交给我们东院，我已经着手将东院从前所有的商号一一恢复。你我倒是想到一块儿了。其他呢？其他都好不？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一切都好。本来夫人要出来接你，我劝了半天，她就没有出来。我这就去给她请安。大人，吴家少奶奶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可还平安？听说还满载而归。周远啊，你把托尔丹在中土所有的生意都接下来。是，托尔丹，就那个西域的大裁坊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吴家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愁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太好了。周英啊，你一进东院，我就觉得你是做大事的人。来，二叔，敬你一杯。来，对，我们大伙都敬你一杯。来，以后我就全靠你啊！来，意思说应该我敬你们。我去迪化，你们在家里忙活也辛苦了。来，你辛苦。辛苦了。快，把桌上的菜都给我吃了。哎呦，这个好吃。来，过来，帮忙。来。哎呦，烤全羊。哎，这是我在迪化学的这个一门新手艺，是吧？给各位献丑了。这没见过。哎，一整只羊啊！蘸着，哎嘿，蘸着这个辣椒面吃才好吃呢。哎，老板，四叔帮我一下。来，我来帮你。我去做辣条子去。哎呦，嘿，这怎么吃这个？瞧我又不懂规矩了。娘，你先来。这，哎呀，在迪化大伙都这么吃，没问题，可好吃了。不行啊！呀，这怎么吃一口？上手，直接上手。那我就上了啊。娘呢？这怎么吃这个？来，我教你们啊。
哎呀，我们又打了一个平手，再来，倒酒。起来，两根。兔二蛋，接着喝。你输了，今年的生意我说了算。行，兄弟，你说了算。少奶奶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也累一天了，不用管我，你去睡吧。我伺候完你就寝，我就去睡了。没有你，我就不会睡觉了。快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啊！快去睡。你曾说到夕阳迫近深夜，光影在心头荡漾。你曾说到雨天撑3000绪，涟漪在散后重逢。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，别了那青春离歌，依然是情话已埋藏心底，无声泪滴，默默逝去。想你，看那昙花静静凋零，抚平激动的万千心绪。半生浮华成落，内心从未示弱，拥入你温暖的怀里。
少奶奶，夫人，约瑟夫先生，许久不见。你是来祷告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向您打听一件事情。哦，那请说。您知道洋人的洋布作坊是个什么样子吗？这个，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，来吧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请稍等我一下。在这儿有一个欧罗巴，在这儿有一个太平洋，太平洋这边是美利坚，这边还有个大西洋，这边有一个阿非利加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地方啊？那张世界地图上都画着呢。世界地图啊！如果我们能把吴家东院的生意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，那才叫发扬光大呢。夫人，请过来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些照片就是我们家乡的织布机工厂。工厂？这些是织布机。难怪洋布的门幅那么宽。不仅纺织出来的布更好，织布机的效率更是手工织布机的几百倍，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了。约瑟夫先生，你知道在哪儿我能买到这机器？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。谢谢你。萧大人，赵大人，请。赵大人为何如此兴奋啊？这上海机器织布局历经数年的筹办，近日终于是开工了。机器织布局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就是咱们中国人制办机器自制洋布。哦，我以为陕西可以效仿，筹备陕西机器织布局。你在陕西也想办这个？是，近1年多以来，这洋布在陕西已是十分流行。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对洋布均是争先恐后。与其让洋人谋取暴利，不如我们自己仿制洋布，与洋人争利。而且关中盛产棉花，自古以来这泾阳也是棉布的贸易枢纽，也完全具备开办机器织布局的条件。不可，不可。大人难道还有什么顾虑？洋人的确是船坚炮利，仿效他们练兵制器也就罢了，连织布也要用他们的机器，那岂不是长他人威风，灭我们支器啊？可那机器织出来的布匹，的确是轻软匀净，比那土布强出100倍，而且价格也是更廉。不可不可，那就更不能推行了。大家都用洋布，
土部之户何以为家？万一激起民变，那不就是给我找麻烦吗？大人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那上海激起支部局，用夷变夏，破坏了夷夏之大防，本身就违背了祖制和立国之道。此事啊，休要再提，休要再议。少奶奶、二爷、四爷，刨去所有成本，去年我们的土部收益为43412两白银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这比预想的赚的还要多啊，周莹啊！周莹功不可没呀！哎呀，周莹啊，你不是说今年再增加5倍的职级吗？那我现在就去办，等到了明年，咱们赚的就不是4万两，而是20万两。千万不可！那为啥呢？这批土部能够脱手，纯属侥幸。我估摸啊，最迟明年年中，洋布也会进入敌化，土部在新疆也会失去市场。周莹说的对啊，我们务实布业该转向了，放弃土部，精销洋布。那古越洋布庄啊，开业2年，赚的是盆满钵满啊！我打听了，他们家的货都是上海的洋商供的货。如果我们洋商搭上关系啊，可以一样赚钱。你说的不对，啊！要我说呀，现在人实行洋布那就是一阵风，啊，就跟前些日子似的，今天实行这个花边，明天又实行那个花边，等过了这阵风，它又会回到土部上来。周洋，我看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，啊！周莹，你觉得呢？我也不赞成开设洋布行，靠洋人供货，受人约制，而且这中间已经有这么多人转手了，我们能赚的钱已经不多了。哎，是啊。我在想啊，我们既然能够自产自销土布，那为何不能自产自销洋布呢？啥？你这啥意思？与其从洋人手里买洋布来卖，那还不如从洋人手里买仿制洋布的机器。哎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我怎么没听懂啊？我想开办洋布作坊。少奶奶，你打算如何着手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哎，周洋，没想好的事儿，先放一边，先放一边啊。赵白石，你人品才干都是一流，但唯一缺的就是杀伐决断的手段。我若是你，我不会去管那么多，只要认定，就勇往直前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若是你，巡抚不让干，我去找总督；总督不让干，我去找尚书；尚书不让我干，我去找军机大臣。再若不然，我还可以上书，上书给太后，上书给皇上。不要轻言放弃。你看我，多年赶考，一事无成。如果换了别人，早就改弦易辙了。但是我就是不信，我不信我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差。我一定要考下去，我会一直考下去。你说的对，的确不应该轻易放弃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一直考下去，终会有
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一天。我也相信，只要我不断推动，陕西机器织布局也有它成立的一天。干！百世，你如今也算是功成名就，为何还形单影只呢？我是公务繁忙，无心料理。上次蒙你相救，舍妹倒是对你一直念念不忘。哦，感谢吴小姐的牵挂。只是我现在一心只想着陕西机器织布局，其他事宜实在没有考虑。我明白。终于可以回家喽！晚上终于能在家睡觉喽！哎，明天辰时我们再进城吧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人最多啊。哟，沈少爷，从迪化回来了。这趟如何呀？大黑子，二少爷这趟可是满意。恭喜啊，恭喜！看样子，沈星移这趟收获颇丰啊。这也太沉不起了。这样更好。吹吹打打进的城，是啊，10几个吹鼓手呢，可威风了。爹娘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星儿，哎呀，星儿啊，哎呦，回来了，总算回来喽，快回来喽哟，星儿。搞这么大动静，我还以为你中了状元呢。爹，我这次可是把咱们家的土布都卖出去了，而且我还带了20万两银子的订单回来。太好了，20万两银子就狂成这样，真要是做了大生意，你不得上天？老爷，这星儿才回来你就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吹了。沈心怡，我问你，你身为沈家掌柜，外出远门归来第一件事，应该做什么？无论多累多晚，第一件事，应立马到商号交货交账。你看看你，却是回家。真是没出息的！到账房交完账后，你马上到陕西布政司。赵白石召集了所有的富商开会，估计又是劝捐。啊？赵白石当陕西布政使了？去年他不顾你的安危，出兵剿匪，给自己换了一个顶戴。哦，原来是因为那个事。这次你可千万别像几年前一样，拿我的钱去出风头。你放心吧，爹，我绝对不敢。好了好了。星儿，你爹就是嘴上跟你过不去。昨天知道你要回来，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别理他，回头我去骂他，给你出出气啊。哪有嘛，奶奶，他的性格嘛。怎么样，人都到差不多了吧？基本上已经都到齐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大人，吴家东院的周莹还没到，要不要再等等？我就没有通知他。吴家东院现在也算富户，也有实力透支。这口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多言。是。好久不见。
哎呦，你们几位早就到了，这机会好久啊！听说你发财了，哎呀，混得不错呀！你看看你这身料子啊，赵老爷啊，以后啊还得远方各位老板多多关照。赵大人到。赵大人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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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坐。这年前，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，此事于国乃是自强之始，于民乃是求富之需。由是陕西也准备开办机器织布局，并效仿上海，实行官督商办，并且向民间招募商贾。此次实行100两为一股，总共2000股，共计20万两，占陕西机器织布局股份的80%。这募股书已经发到了各位手上，请仔细阅读，若有不详，方可向郭先生咨询。这100两银子倒是不错的。我听说光绪10年，上海机器织布局面值100两的股票，市价可是跌到了10余两啊！这样的事儿。那赵大人啊，如此大事，我可以回去商量吗？当然，不过此次募股以15日为限，这先到先得，过期不候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那我也回去商量一下。商量商量啊，我也回去商量一下。告辞了，慢走。告辞，赵大人。慢走。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赵大人，告辞。告辞，赵大人。沈星移，上次募捐300两银子一家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可如今100两银子一股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给赵大人面子。乡善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此次募股，乃是投资。作为商人，做事谨慎一点，也没有什么错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剿匪有功，又救过我沈星移一命的份上，我们沈家就认他个1000股吧。啊，不过我今天呢银子没有带够，等过几日我让家丁把银子送过来。赵大人，告辞了。在过去的1年，我们经营洋布，所赚的是这个数。但是如果这洋布是我们自己出产的，棉花用本地的，工人也用本地的话，那我们所赚的至少是这个数。陕西要建机器织布局了，现在公开募股呢。你动心了？我想试一试，你觉得认多少股合适？如果要认，就全认。但是有人说，风险挺大的。就算风险再大，也值了。好，那我就再去西安一趟，有多少股，认多少股。那我先告辞了。
朝廷可是明文限制，民间不能私自办厂。就算那些洋人帮我们买了机器，那洋布厂也办不起来。哎，竟然还有这规定！是的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、金陵机器制造局、马尾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，还有兰州织逆局，这些通通都是官办。专员，起来！沈心怡，专员，沈少爷，你赶紧去西安找赵白石。沈少爷，有话慢慢说。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赵白石要筹建机器织布局了，正在面向民间募股，我已经认了一半了，给你留了一半。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呀？我这不过来给你通风报信了吗？趁着现在好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，你赶紧把那剩下的1000股给认了。1000股多少钱？1000股10万两银子。可我没那么多钱。没钱就借啊！这事儿砸锅卖铁也得干。你也这么认为？洋人不全都是好人，但是他们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学？为什么不拿来用啊？王世军，我们还有多少现银？少奶奶，这事儿还是跟二爷、四爷商量一下吧。哎呦，商量什么呀？来不及了，先认了再说。行，先认了再说。啊！爹！什么时候才能沉得住气呀？爹，我又擅作主张了。又捐了多少钱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出这种风头吧？你怎么你……哎，爹，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完啊。那个赵白石要在我们陕西建立官督商办的机器织布局，说是100两1股，我当机立断啊，认了1000股。哎，你再认。根据那个认股书上所写，机器织布局每年可以生产的洋布呢，借用一下，机器织布局啊，每年能够生产的洋布呢，是这个数字。按照古越洋布庄每年的利润来算，如果我们投入10万两白银进去，那我们1年的利润将会是……等一下，这个数。那5年的话呢？20多岁的人了，一把算盘打成这样，连刚开蒙的幼童都比你强。又算错了吗？5年之后，应该是这个数。啊？是10倍啊！对，10倍。你总算做对一件事了。胡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自从你把我爹逼死了以后，我们好像再也没有见面了。你爹的死，我也很遗憾。但你不觉得你爹死得很冤吗？害死他的真凶还在逍遥自在，能不冤吗？你是为了机器织布局而来的吧？不用去了，没机会了。只要我在，你不会有机会的。都说秦人闭塞固执，僵化守旧。那你看，这2000股2天之内也被认购完了。胡家本身就在经营着洋布，没有人比胡咏梅更清楚洋布的利润。至于沈星移，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把银子当银子的性子吧。不管他是什么性子，只要把银子送到，3个月之内，
这支部急就位，6个月之内，这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开工。赵大人，吴家东院少奶奶周莹求见。请她进来吧。你先去忙吧。是。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也。为人由己，而有人乎哉？赵大人，我从迪化回来就听说赵大人升任陕西布政使了。哎呦，但我一直都忙，没来得及跟赵大人道喜，请赵大人原谅。赵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侥幸受之，何喜之有？哟，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？夫人，此话怎讲？你叫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这一出门一脚就去到了迪化。你让我那个飞什么那个来着，却一样都没做到。不必多说。我朽木不可雕也，我知道我在这碍你的眼，那我长话短说，说完就走。赵大人，我是来报名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的。夫人，那2000股已经被认购完了。啊？1股都没了？其中1000股被那沈星移认购。就在刚才你来之前，胡咏梅把剩下的1000股也认完了。哟，我就来晚了1步。哎，赵大人，要不你再多发点出来？如此大事，岂能儿戏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从哪儿帮我挪一点出来，哪怕100股都行。爱莫能助。说来这事还得怪你。我？你身为父母官，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？虽说我们吴家才刚刚起步，但我们也不甘心落于人后啊！你这开幕股会，怎么着也得通知我们一声吧？你剿灭三兽帮，我也算是出了力了吧？我还以为我们……不说了。你这就走了？不走干嘛？我一会儿脾气上来冒犯了你，还得挨你板子。这就走了。那胡咏梅那边还有没有可能？他恨我入股，更不会让股份出来。赵大人呢？赵大人，赵大人嫌弃我还来不及呢。哎，周莹，要不你牺牲一下，跟着沈星移再套套近乎。江福奇，你这什么馊主意？就是。要不这次就算了吧。可我就是不甘心。四叔啊，酒瘾又犯了啊！那么着急约我。四叔。哎，周莹，是你啊？是我约你的。怎么样？想我了？沈公子啊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我知道了，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挂念的嘛。你先坐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。坐。爽。是。
是这样的，你们沈家的股份能让点给我吗？哎呀，我去找赵大人，结果我晚了一步，剩下的1000股让胡咏梅全给认完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事儿啊！让点股份给你呢，不是说不行，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，什么条件？做我的女人。去你的！告辞。沈心怡，你这样有意思吗你？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。可是我喜欢你。你滚吧！我真走了啊。不是，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亲我一口也算。做梦去吧你！哼！哎，等等，那你打算让多少股份给我？啊，让多少股份哈？亲一口，给100股。过来。坐下。把眼睛闭上。周以恒，你一股都别指望我给你。不让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啊！沈公子，好好吃，自己结账啊！温先生，杜老板，张老板，请，请。哎，请。不知道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要劳请文先生亲自跑一趟。唉，还不是为那机器织布局。那些洋务派说是要与洋商争利，其实还是想独揽财源，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已。他们在上海搞搞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把手伸到了陕西，贝勒爷还坐得住吗？可这陕西机器织布局，难道是赵白石一人搞出来的？上海机器织布局出来之后，贝勒爷就有指令，让萧超德严防死守。但谁料，赵白石竟然越过巡抚和总督，直接获得了朝廷的特许，要在陕西开建。唉，萧超德昏庸无能，就不说他了。现在，贝勒爷着你和扎坤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机器织布局在陕西建成。是。俗话说，得关中者得天下。
贝勒爷将你放到了泾阳，可见对此地的看重。如果你不能遏制住赵白石，放任机器织布局在陕西建成，那就等同于贝勒爷的心腹之地被人插了一刀。后果如何，不用我多说吧。我明白。还有啊，那赵白石凭他一己之力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竟然将我们控制多年的牛兽娃一举除掉，可见此人手腕呐！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文先生，我一定谨记。那你们好自为之，我还得转回京城复命。告辞了。文先生辛苦。你不是说机器织布局可以让咱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吗？怎么现在贝勒爷又严令禁止了？这可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呀？所有认领股份的都与咱俩有关联，这事如果让贝勒爷知道，绝对不能让贝勒爷知道。杜老板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吗？咏梅，你明天把机器织布局的股份退了。什么？我们好好做我们的洋布生意，别去淌那滩浑水。为什么？贝勒爷不会让机器织布局建成的。你如果去入股，那就是跟贝勒爷作对。我不入股，就是跟银子作对。咏梅，你听我说，贝勒爷这个人，你最好不要惹他。机器织布局，我是绝对不会退出的。咏梅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我最缺的就是人手。如果机器织布局开工，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，所以我需要一个伙伴。而现在我唯一最相信的人，就是你。其实有一句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：离开龙生河，转投古月洋布庄，离开贝勒爷，过来帮我。我暂时还不能离开贝勒爷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，东家和掌柜分分合合乃是人之常情。你在龙生河只是个掌柜，但是在古月洋布庄，你是半个老板呐。难道你真的打算一辈子跟着贝勒爷？没有想过自立门户，没有想过有自己的产业，没有想过成家吗？咏梅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了。杜老板，只要机器织布局在手，我们一年净赚至少上百万两银子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。一起？对，一起。
想想。好，我等你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跟胡咏梅聊得不顺啊？坐。赵坤，你难道想一辈子都待在贝勒府？当我们老了，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贝勒爷自会赶我们走吧？怎么了？你说有没有可能，趁咱们还没有老，咱们自己走？是不是胡咏梅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不愿意退库，还要我离开贝勒爷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掌柜和东家分分合合乃常事。你醒醒吧！你忘了小桂子是怎么被活活打死的？还有梁公公，到现在都不知道尸首在哪儿。老板，咱们和贝勒爷那是掌柜和东家吗？那是主子和奴才。我不想当奴才，懂吗？可是由不得我们选呢。这由不得咱们选呢。家坤，如果我帮贝勒爷完成这件大事，他能放我走吗？完成这件大事，首先你得说服胡咏梅退股吧。你有这个把握吗？就算你说服胡咏梅退股，就算机器织布局办不成，贝勒爷最后开恩把我们放了，你能去哪儿啊？只要跟咏梅在一起，去哪都可以。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他如果知道了真正的你，他还要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？杜公公，没有女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永远不可能跟女人在一起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我们有我们的命。
把应收款项提前收了。 5450两，再加上几个商号的现银。好，3786两。二少爷，10万两现银，够了。爹，你看，老爷，老爷，杜老板来了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你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华厅。爹，我跟你解决。我们投资机器织布局，跟他应该没关系吧？哎，爹，如果他想分一杯羹，千万别答应。我心里有数。 杜老板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你们准备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？啊，是有这个意思。不过我劝你们趁早把这念头打消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。我说别做就别做。杜老板。 土布已经过时了，以后市面上可是洋布的天下。我们现在转投洋布业，正是时候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做生意啊，不能光盯着影子。那要盯什么？大局。什么是大局？ 新英雄，这里面的水很深。现在你先听我的。我觉得我们建立机器织布局，不管是对国家、对陕西，还是对我们商人，都是一件好事。你以为你在爱我？你以为你只是在挣钱？其实你已经被别人当枪使了。二少爷，你做你的生意，你说你去淌这滩浑水干什么？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们的生意啊。星儿，先出去。杜老板，星儿年轻，别介意。只要你们不入股，什么都好说。杜老板，现在这个市面，土布没法做，卖洋布又卖不过经营了几年的古越洋布庄。如果把机器织布局也丢掉，那我们的布匹生意恐怕要完全放弃了。放弃就放弃，10几万两银子呢。 沈老板，是钱重要，还是命重要？那吴伟文挣了这么多钱，又有什么用？贝勒爷一句话，到头来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 难道你想要步吴伟文后尘？
说啊，爹？啊？算了吧。什么就算了？贝勒爷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这事的背后很复杂。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啊，爹，你舍得放弃吗？我这种人，别说几十万两，就算是少赚1两银子，都跟挖肉一样。虽然机器织布局一本万利，但贝勒爷却是个财神爷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哎，爹，自从你把那个贝勒爷当财神爷供起来之后，是我们沈家的银子挣的是多了些，但你有想过我们付出的代价吗？军需订单，差一点就坏了我们沈家经营多年的好名声。那棉花生意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付出，白白分我们的利润呢。这次土布卖不出去，弄得我们焦头烂额，他们却束手无策。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，他又要逼我们放弃。这个我都知道，但这现实本来就这样，有舍就有得。哎，爹，我觉得现在应该终止跟龙生河的一切合作，彻底断了跟那个贝勒爷的联系。以我们沈家的实力啊，不靠任何官府，我们照样可以做生意挣大钱，我们可以做成陕西首富。你要相信，你儿子我不怕吃苦，也不怕冒险，我一定会给我们沈家挣很多很多的银两回来。星儿，除非我们沈家彻底破产，否则永远摆脱不了龙生河。为什么呢？你最好不要知道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坐呀。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的心意我领了。只是，我现在暂时离不开贝勒爷。为什么？我们先不说这事儿，好吗？我明白了。咏梅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入股机器织布局。我不入股，还会有其他的人入股。我凭什么把这么好的机会拱手于人呢？贝勒爷不会放过那些人的。贝勒爷不是和沈家也合股了吗？沈家已经退股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刚才。那我明天就去把他们退下来的股份全部拿下来。咏梅，你这是在找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死活跟你有关系吗？咏梅，我是真心为你好。杜老板，我也是真心的。
自从咱们俩认识以来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你一开口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。所以这件事情你也一定要听我的。那如果我不听呢？如果你非要入股机器织布局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我救不了你。胡管家，来了。送客。杜老板，请。沈少爷，猪头的滋味怎么样呀？还不错啊，咸淡适中，美味可口，跟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。那要不要再来一口？好啊，不过上次那头太肥了，今天换一头吧。你想换哪头？我对面那头。我看你是很久没挨踢了吧？你要是敢踢我，我们那1000股可就不给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沈家的1000股，我打算全部让给你。沈少爷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招？哎，我们沈家决定退股了。为什么？我爹那个人一世精明，可就是看不穿杜明礼。杜明礼让他退股，他就言听计从了。哟，那真是有点可惜了。不过这1000股能让给你，我心里还稍稍觉得有些安慰。1000股，那就是10万2白银。哎，这事儿得要吴家的2位叔叔同意才行啊。哎，你都是吴家大当家了，你自己还不能做主啊？1000两银子以上的事儿，都得我们3位商量着定。那你还在这跟我磨叽什么？赶紧去商量啊！别到最后又让人家给抢了。告辞。等等，你今天怎么不跟我提条件？反正我提的条件你又不答应我，还不如我不提，让你欠我一个人情。行，算我欠你一次。轮船招商局、江南制造局、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先涨后跌的前车之鉴，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此外，新河火车相撞、安庆内军械所爆炸、兰州织女局工人断手、福州船政局工人丧命这些事儿，也已经找人到处宣扬了。你那边呢？沈家同意退股了？同意的。胡咏梅呢？他既然不听劝，只怕你要使些手段。再等等，等不了了。萧朝德被革职永不叙用，就是因为没拦住赵白石，贝勒爷找了个阴头就把他给查办了。萧朝德还是2品大员，他贝勒爷说办就办了。像你我这等贱民，如果惹恼了贝勒爷，只怕连命都保不住。不能再让胡咏梅一意孤行，坏了贝勒爷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局面。可她是咏梅，我不能这么对她。可是贝勒爷会怎么对你？将来贝勒爷又会怎样对他？扎坤，
难道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吗？为了活下去，你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一个女人连活都不想活了？不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就别无选择。可是跟他在一起，我活得更有滋味。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如果他知道了，那种滋味一定是你不愿意承受的。15天之内，能不能凑够20万两银子？应该可以。那就好。老板，你要点什么？哎，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啊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哎，你不能进，先生。哎，大小姐。胡小姐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先下去吧。我刚要出门，有什么话，等我从陕西布政司回来再说吧。听完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出门了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麻烦你回去转告杜老板，机器织布局的股份，我认定了。我要说的是三寿帮。胡管家，你先出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三寿帮被招安以后，官府在三寿帮的老巢里找到许多证物，其中有一封写给牛寿娃的信。信中指明泾阳吴家东院家产万贯，同时还指明吴家东院大当家周莹的行动路线。只要你规规矩矩的，我能保证这封信永远不见天日。但如果你要跟贝勒爷对着干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你威胁我？我是在提醒你，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跟土匪有那些个瓜葛往来，旁人知道了，会有怎样的结果？你和三寿帮不也是朋友吗？如果我被官府抓了，你也跑不掉。谁能证明？就凭你一张嘴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涂点药就好了。扎坤，你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老板。哎呀，真不巧，一个字儿都还没写，手就烫伤了。那扎坤也是个不识字的。没事，我来写。你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我真傻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在帮我呢。我们确实是在帮你啊，胡小姐。
你最好领情。这一切，他知道吗？你觉得呢？滚！你给我滚！刘母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。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是不是病了？小姐，我先给你倒杯热茶去啊。赵大人，吴家东院的少奶奶求见。请她进来。是。赵大人，夫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赵大人正在为沈家退股的事情烦恼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会看相啊。既然沈家退出了，那我就有机会了。虽然你这人吧特没劲，但是机器织布这件事情，我还是很看好的。我们吴家认100股，银票我都带来了，那货真价实的1万两白银。夫人，这银票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难道我又来晚了？沈家让出的1000股，又让全部给认完了？哎，你是看不起我们吴家，还是看不惯我呀？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呀？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，对吴家，没有任何的成见，只是陕西机器织布局停止筹建。